岳飞准备北伐中原，直捣黄龙，为什么宋高宗和秦桧坚决不让？这件事儿让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义愤填膺，痛惜不已。其实啊，在大宋立国初年，鉴于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、军阀混战，抑制军人权力是刻在宋朝皇族骨子里的基因。五代十国的教训，依靠政变立国的历史，时刻提醒赵家要对军权严防死守。赵构登上皇位以后啊，那更是敏感至极。如果不是风云际会做了一回漏网之鱼，皇位怎么也轮不到他的头上。登基初年，赵构的合法性是不稳固的。靖康之变后，天下各地都是军事武装，他们打着报效朝廷的名义，做着割据地方的勾当。最典型的就是苗刘兵变。1129年，刚当皇帝2年的赵构遭遇清君侧。苗阜和刘正彦二人发动兵变，逼迫赵构退位，让位给3岁的太子。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苗刘二人呢是想做曹操，幸亏啊他们的实力不够，各地将领纷纷秦王平乱，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。接着又是搜山捡海，赵构一路跑到了大海上偷生，身边呢连可用的军队都没有，祖传基因和人生阅历让赵构十分缺乏安全感。金国俘虏徽钦二帝北上，宋朝国祚被拦腰斩断，让朝廷的威严严重丧失。所以赵构的任务也很简单，恢复朝廷权威，收拢兵权，这个就是议和的基础。一旦议和成功，有了金国册封和祖传基业的加持，南宋朝廷的合法性那就算是重建了。不管强不强大，起码能活着吗？而朝廷稳定以后啊，有了一纸合约，边境暂时不需要打仗，正好可以着手消除兵权，把大权集中到朝廷手中。在赵构的规划里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赵构本身没什么雄才伟略，他的出发点完全不是恢复大业，而是苟且偷生。赵构的心思啊，秦桧揣摩的是清清楚楚。秦桧也没什么理想，更没什么大目标，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权势地位。他顺着赵构的心思做起了主和派，秦桧要借助推动议和的政策，打压主战的宰相和将军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最大化。于是赵构和秦桧狼狈为奸，策划2次议和。他们只想保全江南，把个人荣辱置于民族兴亡之上。岳飞则是民族兴亡重于个人荣辱。岳飞在朱仙镇收到12道退兵诏书，命令他立刻班师，然后到临安朝见。那个时候啊，完颜宗弼已经是逃出了开封，河南百姓是苦苦哀求岳飞留下，实在没办法，岳飞取出诏书示众，我不得善留。岳家军南下途中，完颜兀术啊回到河南，曾经收复的失地再次陷落。岳飞是仰天大哭，所得诸郡一旦都休，社稷江山难以中兴，乾坤世界无由再复。1141年，宋金合议，完颜宗弼给秦桧写信，必杀岳飞，而后和可成。只要岳飞活着，完颜兀术啊就怕他被重新启用。一边是岳飞，一边是朝廷和军权，赵构和秦桧不难选择。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同时被调离军队。10月，岳飞被投入大理寺，案子审理很慢，怎么都找不出岳飞谋反的证据，不得已用莫须有代替。莫须有的意思就是可能有，皇帝杀人还需要理由吗？岳飞死了，和议再也没有障碍，秦桧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，继续执政14年。赵构也踏实了，一口气儿继续活了46年。说到底，岳飞之死不是情伤敌，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他的民族兴亡价值观挡了赵构和秦桧个人荣辱的路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前程为君臣铺就了通天路。君臣二人也知道岳飞死的冤，一辈子对岳字
耿耿于怀，甚至把越州改为淳州，那还不是心虚吗？岳飞死后，狱卒韦顺将遗体背出城外，埋在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旁边。这个秘密，韦顺一辈子都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直到临终时才悄悄告诉儿子。1162年，宋孝宗为岳飞平反，韦顺之子才把这事儿报告给朝廷。去世21年后，岳飞才真正的入土为安，被朝廷改葬在西湖西霞陵。此后1000年，岳王庙香火鼎盛，终究是功者千古，死者一时。岳飞，他是否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，不在那些企图标新立异的小人口中，不在那些丧尽天良的公知笔下，不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专家书里。国家需要英雄，民族需要英雄，时代需要英雄。岳飞精神将永远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，将永远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。这正是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